无侦8的亮相，说明中国在高空高速无人机这个领域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，在技术性能方面已经达到目前的世界领先水平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珠海航展开幕了，我们各个集团公司，包括国企和民企，都展出了大量的无人机。其中有一款无人机呢，可以说吸引了大量的目光，这就是中国自行研发的，目前世界上飞得最高最快的无人机，那就是曾经参加过国庆阅兵的无侦8。无侦8亮相珠海航展，使观众和媒体能够近距离的观察这款先进的国产无人机的风采。那么无侦8它在设计上、使用上都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？首先从它的外观看，它的机身细长，并且呢配有一对后掠角非常大的三角形机翼，这个机翼的翼根几乎是从机头通到机尾，从而呢使它的翼面积变得很大。另外呢，在它的机翼翼尖处呢还有2个垂直尾翼。从外观看，该机没有进气道，那么显然它采用的动力装置不是涡喷或者是涡扇发动机，而应该是火箭发动机。我们知道火箭发动机它的优点是比冲高，效率好，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工作时间短，要想飞得远，必须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。比如说它能够有较大的空滑比，在较高速度状态下能够滑行比较远的距离，同时呢它的发动机应该能够多次启动工作，这样的话呢在一段时间内它可以节省燃料。据估计无侦8采用的火箭发动机，它的燃料是液体的或者是胶体的燃料，可以在空中呢多次点火，从而保证它有较大的航程。那么这样一个外形，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飞行速度是非常高的，估计呢能够超过音速的3倍以上。如此高的巡航速度，它也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？机体表面的温度比较高，因此它的结构和蒙皮大量的采用了复合材料，这些复合材料是能够抗高温的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这款高速飞行器要想飞得远，用它自己的动力装置在跑道上滑行起飞，这恐怕是不现实的，因为可能还没飞起来呢，或者是刚刚升空，燃料就快耗尽了。那么最有效的办法是由大型的军用飞机把它带到空中，在较高的高度和较大的速度下把它投放下来，然后由它自己带的火箭发动机继续呢推进它前行，这有助于减小它的燃料消耗，增大它的航程和活动半径。从这款飞机的机背上我们就可以看出端倪，它的机背上有2个连接螺栓，这2个连接螺栓呢，据推测是用于挂载在其他大型飞机的机腹下的。通过这样的一个协调配合，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无侦8的活动半径，从而使它具有较高的飞行速度、较高的升限以及较长的留空时间。那么这款高空高速的无人机返回的时候怎么回收？其实呢可以有2种选择，一个是伞降回收，飞到回收区以后打开降落伞降落，但是我们从这个平台上我们看出来它是带有起落架的，也就意味着它是可以依靠自己较高的空滑比自动降落在机场上的。那么要想获得较高的空滑比，可以有2项措施，一个是较大的翼面积，再一个呢机翼的翼展也比较大。但是这款高速无人机要想采用大翼展的机翼，就难以实现高速飞行了，因此它采用的是一种后掠角很大而翼面积呢也很大的这么一个机翼。尽管它的升力系数不是很高，但是依赖这个大面积的机翼，它依然能够获得比较优秀的空滑比，最终呢能够滑行较远距离，在机场上安全降落。无侦8的亮相，说明中国在高空高速无人机这个领域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，在技术性能方面已经达到目前的世界领先水平。那么这样的一款高空高速无人机，它到底能够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使命任务呢？一个，它可以作为战场评估的重要手段，比如说我们的远射程的弹道导弹对敌方的目标发动了攻击，那么你是否准确的命中了？需不需要我再补充攻击？
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战场评估的手段，无侦八飞得高，飞得快，能够迅速的获取相应的信息，然后通过数据链把我军的打击效果迅速的进行分析、判断和回传，从而呢为我们下一阶段的攻击奠定基础。当然，它也可以对敌方的舰船，特别是航母编队实施快速侦察，从而给它进行精确定位，为我军后续的弹道导弹、巡航导弹的打击行动提供重要的情报信息支持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